先找山形，那肯定先找山形。你看这山形，啊，这个找完这山形以后，你看，这个我一个同学叫陈克勇，可能其他同学、其他学员知道，有新学员不知道。那陈克勇啊，他经常在这个，这出马牙，哎，你再这样也是可以出马牙的，啊。然后笔干了，在他这个马牙的这个后边这个地方，啊，你别对得太准啊，不用对得太准，你就皴一皴，让他这个空白的地方都有这些个擦的东西。你看，它就不是一片一片的特别单了，它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轻重啊这些个大小的这个纹理了啊。别给它接上，你看这儿一接就不好了，是吧？别给它接上，啊，哎，然后笔干了，再一擦，干了以后，这些虚乎乎的东西在里头掺和着，就是有虚有实，增加了它的虚实效果了，是吧？你看，只要是大结构，你给它画出它的马牙的这种效果，马牙皴的效果。其他的小的结构，你跟这儿添一添也都可以。只不过添的时候别用重墨，用轻的和干的在这里头，别让它清楚了啊，它就自然了，啊，它就自然了。然后这些地方呢，哎，也是这样，你看，也是这样。有的密，有的疏，再擦一擦，有的轻，有的重，啊，你看这地方也是有大面空白，有这个地方，特别的密。有时候你想添就添密的地方，亮的地方少添，或者是不添。亮的地方是特别小心的地方啊。有时候你就觉得这玩意儿亮，闲着没事老想添点什么东西，一添得这地方一密，都密了。啊，你要添这些地方，你添这些地方，啊，添这些地方。所以说亮的地方啊，特别小心啊；密的地方呢，哎，你可以考虑，多添点这些结构啊。可是长着这个蚊子蒿挺多的，就按咱们刚才那种方法，哎，一组一组的画这个蒿子，这蒿子用不着你这个一支一支的画出那枝来，因为它很多在这里头混着啊，很多你用不着一支一支的那么去画，啊。一组一组的，反正这里头有轻有重就行，是吧？别满纸的满笔的蘸这些东西，满笔的蘸就出现的是单一的这个墨色了啊。老是没水了，就在这个笔尖这儿蘸那么一点儿。就管事儿啊！你看这个墨色，它一组一组的，实际上它也是有连接的，有衔接的啊。特别是这个沿河城那边的那个山，哎，有时候是一层岩石一层蒿子，一层岩石一层蒿子，挺有特点的啊。
这地方加这些个点啊，就是和那儿有个过渡，你别最后这个没过渡了，很明显，石头是石头，然后蒿子是蒿子，啊，你这个也可以去增加它的墨的这个层次，积墨法往上积，然后再干了点儿，淡了点儿，也可以在这里头画点小纹理。这些纹理因为它轻了，它就不影响大的石纹的那个纹理，它不影响，你跟这儿来回绕，来回转圈就行，是吧？把变化的那些小树枝，它就有这个变化了，这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再把这个地方给它画上啊。先问问纸，实际上就是问墨。烫一烫它是什么呢？把这里边特别老是往出闪亮的那小的那个空当，小的缝隙，给它稍微的连连。因为这些个一个都往出闪，它也不统一，你给它加上就行了。得等它干了，你看我这个没怎么干，又一块了，是吧？有的是干了一点了。你这个的作用就是让它整体性，加强啊。然后其他的地方呢，就按照咱们这个，就可以稍微染一染，上边染凹凸，下边呢染匀，啊，下边染匀。染匀的时候，你就得让它有起有伏啊，不能。咱们还画这个马牙村吧。马牙村就是一块一块的，这个风化了的这石头。但是有时候呢，这个马牙村跟这斧劈村又合到一块儿去，是吧？就是它崩裂的石头啊，它就有那个刀劈斧砍那个纹儿，有时候。咱门头沟的这石头还是挺有特点的。就这些东西别连在一块儿，一连一块儿这一大球，是吧？
少蘸水。为什么有时候我这个水就特别黑呢？有时候少蘸水，啊。就说水是用来调沫的，不是涮底的啊。其实这个小的排一排的长啊，咱们就是一组一组的画呢，既有它的规律性呢，哎，又有它的这个变化，一组一组的画。所以说你这个蘸墨法呢，就限制了你这个墨呢，它是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的。你要想让它长时间的什么呢？你就跟这儿多调调，多调调的话，它把这个重墨调到比根儿或者比中间一点儿，哎，它就是跟这儿点的时间长一点儿。你要是想短点的变化呢，你就调那么一点儿，你就往上点，啊，一会儿它就浅了。你看一会儿就特别浅了。它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啊。其实这就是便于咱们学习，实际上真画起来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画什么村。增加它的这种立体感和它的麻麻叨叨这种感觉，啊，有了。那重墨的时候呢，你就稍微的染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可以稍微重一点啊。你染的时候是根据这石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墨色，哎，你再染。不能你勾的浅，你用重墨染，那不就给破坏了啊？有的地方呢，哎，这墨太平，你就给它烫一烫，你看烫一烫，它就不平了，是吧？这个大山石，实际上咱们去的山，好多山没这么显。这就是这画儿，你要想让它这个引人注目，就给它造点显。一会儿让那个让这个跟这儿穿过来，啊，画平了，别把这画歪了。哎，这是主要的那个，下边还有一个秤儿，啊，下边还有那个
那个桥墩。桥墩呢，你看我为什么画歪点啊？你要画在这儿，整个是一个 T 字，它不好看。很可能就是这边和这边人家造桥的让它均等一点，你就别让它均等了，你让它均等它不好看啊。你看这个桥，上面可能还有栏杆，还有灯，那都最后再说，是吧？你给它稍微的加点这些个擦，下边稍微重一点，你看就有那种桥墩的往里伸的那感觉了，啊，回头要连不上的话就跑出来了，那就是事故了。这个桥在咱们这个画里头呢，哎，是表现的中心重头戏，就要给它强调一下。哎，加上这一道线呢，它是跟这个山的中间穿过去了，这么一种感觉就行了啊。至于画不画那个洞子的无所谓，那这个鼓起来了看不见你洞子。假如说你要说我就想画那洞子，那你就这么画一个吧。画这还得画车是吧？车就相当小了哈，画小卧车。它这个也有檐儿，看不见轱辘，就看见这个上面这个驾驶室啊。你看点这点儿，它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它不是这么往上点的，它是这么着往上点的。它这个有一什么好处啊？它有发力点，你看这过来，啊，你要是往上戳出那个感觉就不如这么好啊。
墨蘸的多，我嫌它太慢，一会儿再用淡一点的再往上接。一会儿还要教你们画那个。它这个山跟这个山，这个山跟这个山之间有这么一个连接，就使得这个构图就更加整了啊。这儿画一个小拱桥。这个呢需要用重一点的墨，因为它在前边儿啊。然后这地方呢画点这个，画点陆地。这个地儿就把小桥跟着陆地接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陆地呢可以画几层，有大一点的，有小一点的这个石块在里边，啊。然后上边就可以有点树，有点小房子，是吧？这个树呢，哎，可以有高有矮，有聚有散。树后边滴水，用惯了吸水的这个纸厚一点，其实也有好处啊，出了那种效果呀，棉的那种效果，粘人的效果挺突出啊。哎，在这里边那个小房子呀，它不是主要的，这地儿重，在这张画里头特别重要。然后在这里隐隐约约能看出一点小房子就可以，小房子隐在这里边，隐在这里边。让它隐隐约约的啊出现，小岛啊，感觉就是这个到这小岛上呢，挺有情趣的，这水呢跟这儿流出来。这会儿，我说用这个淡属于胶墨，胶墨后边呢，等它干了再用淡墨再烫一下，让它有点那种晕晕乎乎那种效果啊。这种皴，可以和上面的皴不一样，也可以用这个解锁皴，也可以用这种斧劈呀，这都可以啊。因为有这个主要的线了，这些个呢，它起着一个丰富的作用就可以了啊。
像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让它有一块空白跟这儿呼应着，这块啊基本上就不给它动了啊。你像这个树后头呢，肯定还要用淡墨再烘托一下，把小白房子、白一点的房子衬出来，这是等它干了的事儿。啊，眼呢，可以是这个公路桥、小桥，还有这个小房子，这个画眼可以多啊，画眼可以多。你看这地方可以再画点小房子，你说这小房子怎么悬空了呢？没关系啊，这儿还得画呢。原来画的这个淡一点的墨，加上这个干一点的墨，干湿这个搭配也是非常好的啊，干湿搭配，浓重的搭配。这个笔干了，笔没墨了，就给它蹭几下。我画的稍微再快一点啊，因为这个给我的这个画的这个时间很少了，所以说我就稍微的快一点。靠近小桥就别画了，因为靠近小桥这地方要留点。二的画的过程当中啊，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调节，一种收拾，随时随地哪儿缺就给它点点儿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学过那些勾皴染点呢，说是步骤，开始的时候拿它当步骤可以，等你画到一定程度了，你这些个都可以不按这个步骤来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啊。瓣儿有点单薄，这样画过了以后呢，这个画先说下边饱满了，下边重了，饱满了，上边呢就可以自由一些个了，是吧？这些个皴都可以来回往上加，就是一遍肯定太单薄了，是吧？你层层的往上加，它就会丰富起来。你要强调这个疏密，你看这儿就密一点儿，这儿就密一点儿，这儿就疏点儿。可能看不见了啊。太平均了以后呢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强烈，啊，这就需要平均，需要再把平均的东西给它丰富一下，再加强一下。哎，把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啊，可以增加点点儿，
但是一定注意不要平均。你要这地儿点儿多，始终这地儿点儿还是多的，下边有点点儿，但是它还是属于少的。这树这个房子后边可以画一些个树。这儿还可以往下再画，让它接上。强画一点，里边那些淡墨没白画，因为它这里头你即使画了重墨以后，它这里头还有它的层次呢。不要认为我画了以后原来画的白画了，不是。啊，原来画的那些个，哎，在这里边。这些个笔道呢，这个湿的时候呢，深的时候画主要的，不湿的时候呢画次要的。干了以后呢，在它们主要和次要的笔画之间呢，互相的搓一搓，让它们之间的融合。这就是虚，看不出这笔道的，这就是虚，虚的东西在这里头还是挺需要的啊。哎，加上原来画的那些个，组成的这个墨色啊，挺丰富的啊。不让它孤立，让它跑外边去。这是它的后边。像再后边，就应该是用这种，这里头也有抚皮村的那种感觉，啊，拿这个淡一点的墨，你要画出这个山的，画出这个
山的这个轮廓，啊，里头也有这个石头的肌理，上边也有。这些4段4连啊，有染有线，啊，有面有线，这里头。那这远处这线，这线跟这儿断了，跟这儿又连上了，啊，跟这儿又断了，跟这儿又连上了。这个咱们画的这个呢，哎，形成一个大动心弦的这么一个形态。这淡墨烫一烫，把这个亮的这种小房子给它衬出来。下边给它用淡墨再烫一烫，就是为了在这个重线的当中有一点墨色变化。小桥这地儿用这个淡墨画一画，增加它的这种厚重感。船它是微微的向上翘，看着这个房画小船，为什么看它呢？因为看它大小，这小船基本上跟这房也差不多，是吧？画长顺一点儿，不要太厚，因为它是沉到水里那么一段，它露在水面上不是很大。哎，这2个小船。2个小船差不多了，啊，你看，哎，下边呢，用这个淡墨稍微把这小船跟这个白纸之间有那么一个过渡，它是属于灰的，小船是重的，这是灰的，来一个过渡，它就不是说在这个上头明明白白的摆着，而是呢在水上飘着呢，啊，画云。用大一点的。连染云，再染这山，这都染了啊。
云在染这山，这都染了啊。这就是小船在云中穿行了啊！朱老师看不见的，看不见了。小船在云中穿行。连染在擦。用淡墨。它这层次就多了，所以说画上完了以后呢，这些地方还要再给它用淡墨再烫一烫，这儿形成墨块，这儿是亮的，这儿呢给它来一个墨块。这都是淡墨啊，这都是淡墨。这淡墨我就让它这个地方稍微的给它串整点儿，串整点儿呢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儿是蒿子呀，挺多，一串整点儿，把这桥也给衬出来了。这远处就基本就那样了啊。这个，这个地方呢，我想再给它稍微的再画画吧。就小土坑吧，啊，要不这个柱子悬空里不合适，看着别扭，是吧？